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脚趾算命，脚趾形状看你一生运势。这样的脚趾会穷3代，希望你不是。怎样看脚趾算命长短？人们往往喜欢通过算命看自己一生财运运势如何。今天小编将从脚趾形状和长短为大家解析一生运势。首先从脚趾的长短看你一生运势。1. 脚趾短而粗。如果你脚趾短且有肉，给人胖胖的感觉，则说明此人重视享乐，不会一个劲儿地追求忙碌生活，而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品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都会自己有一个标准，均衡来看。对待感情，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爱，喜欢对方更体贴自己，对方的体贴和呵护能带给你安全感。你的思想偏于传统，这一类人对朋友真诚而热情。2. 脚趾长而有力度。这种脚趾的人是白手起家的类型，他们的行事风格是积极向上的，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退缩，具有领导才能，对自己的主意很坚定，同时他们也具有奉献精神。感情方面亦能主动，对方的需要自己往往能感觉到，有丰富的情感。女性这种脚趾则说明她喜欢比自己大上很多的男性，男性则喜欢比自己小很多的。3. 大脚趾比第2个脚趾短，代表此人精力旺盛，很有毅力。如果是男性，则表示他能在学业和工作中有所成就；如果是女性，想要成为温顺的乖孩子，则有些难度。4. 大脚趾与第2个一样长。这种脚趾的人比较独立，他们理性，不会以某个人作为自己的天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独立解决问题，不会依靠其他人，即使受到别人的好心，在自己能搞定的情况下，也会要自己试试。5. 大脚趾比第2个长。这种脚趾的长势是大多数人的情况，代表此人性格温和，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工作生活都是平淡而幸福的。接下来从脚趾的分类看你一生运势。1. 罗马脚。这种脚型脚趾均匀，也要分脚趾的长短而定。这种脚型脚趾长则必受男人喜爱，而且身边也不缺优秀男士，属于在风月上很多风光，人脉也会比较好，但其内在对婚姻上还是较传统。如果脚趾短，则是比较保守，但是能干，属于不太喜欢在外面招摇，而勤于在家，属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型。无论家庭贫富贵贱，都能做好尽好自己的本分。这种脚趾排列的女生都是内在善良而注重品行的，只是因其长短的不同，在人生际遇上的不同。2. 希腊脚。这种脚趾排列的女人，特别是脚趾脚型骨路明显，脚下无肉，可以说以自我喜好、自我中心比较多，而且虚荣极大，对于情感上相对随意，凭喜好和感觉行事，没有多少责任心，所以一生情感丰富，但终究孤独无依。如果脚下肉型丰满软润且纹路出众，那么这种女人会非常的精明，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得到想要的帮助，所以物质上会更好些。3. 埃及脚。这种脚型宜长而不宽，并不能只看脚趾的排列而定义，长而细和宽粗在同样的脚趾排列中情况并不相同。埃及脚的女人一般六亲对其帮扶不大，但是她们很有素养，也容易有记忆，对人生的态度比较清澈，不会过多受外来影响而改变，所以若是长而细，则社会环境对此类女人的印象非常好，觉得是比较有品味的，甚至是比较有个性魅力的女人。但是若宽粗，
那么这种女人属于大事糊涂、小事又霸道的人，人生会较劳苦。总的来讲，脚趾的排列美与不美，不应该是关注于外貌，而是其对人生的态度和行事，才是真正的美丑的根源。只懂得膜拜外表的人，会变成如同恶鬼一样，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人。脚是我们行走的根本，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没有了双脚，又何谈行万里路呢？而在相学中，脚相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贫贱富贵与不同命运。今天小酱汁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哪种脚相的人命最好，一起来看看吧。一、从脚趾看命运。一、大脚趾最长。大脚趾的长度比其他4根脚趾长，大脚趾从小指依次变短，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因为大脚趾最长最大，在行走时能够帮助脚掌承受人体的重量，平衡重心，运动时更符合力学规律。有这种脚型的人大多踏实稳重，脚踏实地，做事有规划，坚毅有耐心，拥有绝佳财运，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衣食无忧。二、第二根脚趾最长。第二根脚趾比大拇指长的脚型被称为希腊脚。有这种脚型的人一般个性要强，命带福禄，多数能拥有出色的事业和理想的生活。男性事业心会比较重，不喜欢安逸，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在职场中一般是比较有领导力的人，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女性的话也是个性鲜明要强，聪明灵活精明，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也可以说比较特立独行，有个性，通常有很好的异性缘。三、第三根脚趾最长。五指之中第三根脚趾最长的脚相十分罕见，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也注定是拥有不平凡的运势。有这种脚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强，不甘于平凡的生活，往往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能先人一步占据财富先机，富有谋略和勇气，在财富往往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若是从商，一般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富甲一方；若是为官，也能仕途顺利，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取得不凡的成就。四、前两个脚趾长度相同。5个脚趾中，如果一个人的大脚趾与二脚趾长度相同，那么这个人注定命中旺财。这种脚相我们称之为罗马脚，寓意脚踏财气，属大吉之兆。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一生幸运，是典型的旺财之人，尤其到了30岁之后，好运不断，福气满满，他们旺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福气越来越深厚，财气更旺，生活会越来越富足，事业上会有更好的进展，能走上发家致富的路上。5、拇指、二指和三指一样长。如果脚趾的拇指、二指和三指都一样长，这样的人心思缜密，争强好胜，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认真踏实，非常负责任，所以一辈子劳心劳神，为生活奔波不断，享福很少，没有什么大的成就。6、拇指最长，其他脚趾一样长。如果拇指最长，其他脚趾一样长，那么此人个性敏感，喜欢抱怨，是典型的操心命。虽然他们生活环境不错，但是容易劳神，一辈子琐事不断，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即使拥有钱财，他们也不会去享受。7、5个脚趾依次由长到短。5个脚趾排列成一刀切的脚型，我们称之为埃及脚。这种脚相是最佳的。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脚相，那么这个人注定能够一生无忧，平安健康，财运亨通。其实在相学当中，人的脚趾长度是跟人的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脚相代表一生能够平安快乐，福寿延绵，属富贵命。
脚趾的排列为大脚趾最长，小脚趾最短，依次顺序。大脚趾当头寓意头脑聪慧伶俐，小脚趾短粗寓意踏实，为人真诚，处事稳重。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他们追求生活，注重生活品质，同时拥有着很好的财运，是有福之人，生活无忧，做事顺利，不愁钱财。8. 脚趾圆润。一个人是否有福气，那就直接看这人的脚趾是否圆润饱满，脚指甲是否滑溜成圆形。两者都具备这种脚相的人，命运力气都很好，而且命中注定一路充足，属于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命格。在工作上也会经常有好运降临，遇到困难或有贵人及时相助，工作会顺遂，生活更是衣食无忧，财运旺盛。如果女性出生就有这种脚相，那么这个女子属于少奶奶的命，手里不差钱，同时有庸人使唤，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十指不沾阳春水，一生受宠又享福。9. 脚趾细长。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又细又长，那么这个人天生带有富足命。这种脚相的人积极奋进，脚趾细长有力抓地，寓意着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多为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前期在上进时可能会遭受多种波折磨练，但总能在后期的生活中运势上升，财运广进。2. 脚趾上的痣也有含义。1. 脚拇指上长痣。脚拇指上长痣差得名威势，因为拇指掌权，在脚拇指上生痣的人是个领导的人才。但如果在脚拇指末节靠近第二指一侧长痣的话，则称为有痣难伸痣。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容易受到同行与小人的排挤，或者经常被同事配偶欺辱，开拓能力不足，不能顺利晋职升迁，容易因此抑郁寡欢，一生有志难伸。2. 拇指与第二个脚趾缝隙长痣，代表肝气过盛，容易有肝胆之疾，脾气急躁，事业财运不佳，容易被同行或者同事抢夺功劳，在感情上也容易遭受挫折。3. 中指外侧端长痣，这里有痣象代表脾胃气欠佳，人会变得比较懒，做事缺乏耐心，财运欠佳，人际关系也不理想，生活环境和境遇也不太好。4. 脚无名指长痣，这类人属于比较典型的劳碌命，但是心思远大，志在他乡，终身东跑西跑，也能够得到财富。5. 小脚趾上长痣，小脚趾上长痣的人面对感情总是充满热情，但往往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而放弃。6. 脚趾背部长痣，这样的人属于木讷类型，做事不积极，总有依赖心，凡事不愿意过多考虑，处处与人为善。3. 脚型不同命不同。1. 扁平足。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脚也不甚美观，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也就是说一生运气平顺，没有大起大落，也算是富贵命。2. 足弓高。如果足弓高代表足够，这种人一般都很好命，事事顺心顺意，人际关系也很好。如果足弓很高，那这种人虽然事业上比大多数人要好，能够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但是日常生活中因为高姿态，一般都是没有人愿意与其交朋友，所以人际关系不好。3. 足大而薄。足大而薄是指双脚虽然比较宽大，但是厚度薄。有这种双脚的朋友们，往往在财运和名望上都是有所破损，在工作生活中往往因为自身做事的大手大脚而出现很多的过错，并且在消费时也容易因为消费透支而入不敷出，因此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4. 足小而厚。
足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但是双脚饱满厚实。有这种双脚的朋友，尤其是女士朋友，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在工作生活中，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因此工作比较顺心，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财运旺盛。如果您有一双这样的脚，那么小酱汁在这里恭喜您了。相信很少朋友会仔细观察自己的双脚，正所谓顶天立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都是在强调双脚的重要性。在相学中，脚其实也和人的脸、手一样，都可以看出自己的命运。志向作为传统的相术之一呢，一直是为人们所关注的。而脚作为我们身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此部位的志向就显得尤为重要。相书中说呀，不看足相之相，不知富贵贫贱。也就是说，忽略足相的人，通常也会与富贵无缘。在麻衣神相中呢，也有提到过，足下黑子者有10路，足排3痣者2省之权。由此可见呀，一个人脚上的痣对于一个人的运势好坏影响非常大。今天呢，小酱汁老师就从志相学的角度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脚上各个部位的痣命运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脚背有痣。在相学上，脚背处的痣被称为两足不停痣。长有此种痣象的人会比较辛苦，中年前都会是忙碌奔波的状态，但忙碌之人亦代表自身机遇多，财路广。虽然略显劳苦，但财帛的进账也算丰厚可观。其中年后呢，便可安享年轻时奋斗所带来的硕果，属于先苦后甜的命格。另外呢，脚背上的痣也意味着招小人，容易被人踩。长有此志向的人，平时应该谨言慎行，小心被不怀好意的人抓住把柄，害你的名利。2. 脚趾有痣。1. 脚大拇指有痣。脚大拇指有痣的人命比较好，能够成为一个领导者，无论是中层负责人还是高层负责人，都能做得有模有样。脚拇指有痣的人属于阳明痣，此类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人八面玲珑，政治手腕高，通常能够身居要职，得权势力挺，天生富贵命。但若此痣长在大拇指末节、甲根边缘外侧，则此人呢性格沉闷、郁郁寡欢，一生有志难伸。他们经常被同事配偶欺辱，内心充满愤恨，无处发泄，所以容易得肝胆之病。在事业上受到同行和小人的威胁，开拓能力有限，不能顺利的晋职升迁，财运受阻，一生碌碌无为，清贫度日。2. 脚无名指有痣。这就是所谓的志在他乡。脚的无名指长痣的人属于比较典型的劳碌命，但是心思远大，志在他乡，虽终身东奔西跑，但也能够得到财富。3. 脚小拇指长痣。这种人呢，面对感情总是充满热情，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没有意思而放弃了。所以这种志向的男性朋友在感情方面呢，很容易滥情，而在事业上又显得特别的三心二意。4. 其他脚趾有痣。其他脚趾长痣的人表示常年在外奔走，为了能够有更高的成就，他们终生东奔西跑，和脚背有痣的人一样，也都是劳碌命。所以他们很难得回到家乡一趟，常年在外的艰辛让他们更加珍惜老家的亲人，是一个比较孝顺顾家的人。5. 脚趾缝有痣。脚趾缝间长痣就像是手指缝间长痣一样，把痣夹在指缝间就像把钱夹在指缝间一样。这样的人呢，通常都很有钱，这表示钱财存在里面是好的象征，相学上称之为福痣。通常富贵之人才有这样的志向，这种人呢，天生偏财运旺盛，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有好运找到他们，一生总在不经意间就赚得盆满钵满，好运难挡，是天生的富贵之人，一生财库丰隆，富甲一方。倘若是女性脚趾缝有痣呢，那么必定是个善于理财持家的贤妻良母，家庭和谐，其乐融融。6. 脚趾背部长痣。这样的人呢，属于木讷类型，做事不积极，总有依赖心，凡事不愿意过多的考虑，处处与人为善。3. 脚腕上的痣。
有的人也称这个地方为脚踝。脚腕上有痣的人，这种人文化水平高，身上并不单单只是钱的气味，懂得与人打交道，就是机灵，性子坦率，经商有脑筋。可是呀，婚姻运势欠好，因为过火执着，导致对方无法忍受，老是喜爱掌控他人，一心觉得是为他人着想，可是会带来反感的。感情多有曲折，一晚婚，一生都会为别人着想，性子比较率直，对感情很执着，但往往事与愿违，不能够把控住感情的发展。4. 脚后跟有痣。脚后跟有痣的人呢，一般命比较好，天生富贵，能够手握大权，有一批忠实的下属追随，一辈子衣食无忧。另外呀，痣长在脚后跟，也有把小人踩在脚底的意思。此类人贵人运旺，事半功倍，很容易成功。男的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女的终身富贵，不止旺夫，而且还可以发明更多价值。5. 脚底有痣。脚底有痣呢是好象，但是脚底不同位置有痣的含义呢也有所不同。1. 脚心上有痣。相学中认为呀，脚心上有痣的人属于封侯带相之命，这类人可成为一官之长，即非富即贵。假如脚心上长有一颗痣，表示此人的财运好且财力丰厚，容易成为大家眼中的大财主。假如脚心有3颗痣，此人能够做高官，在职场上呢亦能够爬到显赫的位置。假如脚心上长有7颗痣，古时呀称为脚踏七星，这类人呢可在古代做帝王，在现代则有机会成为各行各业中的首脑，例如说集团主席、学生领袖，甚至国家领袖。2. 脚踵有痣。脚踵处呢，也就是脚底，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脚跟儿。这个部位有痣呀，在相学上意味着可以使唤奴仆。长有此种痣象的人，多可成为人上人，可以管理很多人，属于富贵且有名有利的好相。3. 脚掌有痣。如果痣长在脚掌上的话，表示该人有名誉、有权利，其人会从事经常行走或者外出的行业，例如说行船、运输等等。4. 接近脚趾处有痣。如果脚底痣长在脚趾附近的话，代表该人头脑聪明，有特殊的天分及才能，但却居无定所，或者没有稳定的职业，能够获得部属、朋友之间的拥护和帮助，但却事事都要自己施行，将来在事业上呢也会有一番的作为，付出的艰辛呀也比常人多。不过这样的人通常都很有钱，钱不易外流。6. 大腿有痣。大腿上有痣对于男人来说是左腿主财，右腿主权的象征。但凡这个部位长痣的男性呢，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自身能力强，事业运好，可以说呀，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且这种志向的男人，相当于把吉星放在了身上，遇事总能够逢凶化吉，自身福德财库丰厚，到老都不会愁吃穿，一生都会富贵多福。从感情上来讲呢，此种志向也意味着自身桃花运鸿运旺盛，从不缺家人陪伴，但自身呀也多是纵情声色犬马之人，难以对一个人用情专一。女人大腿部位有痣，自身命理格局也是非常好的。这种志向的女人可能不是出生在富裕家庭，但是呢，家中父母多是恩爱亲昵的一对，且在其少年时期会倾尽所有为你付出。因此呀，年少时期的生活还算是比较顺遂，而成年之后，这种志向的女人亦是能力非凡之人，事业上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在结婚之后呢，更是有极佳的子嗣运，很容易就诞生贵子，可谓在外是女强人能够聚财，在家呀是贤惠妻子能够旺夫宜子。1. 大腿内侧有痣。痣在大腿内侧的话，代表你的个性好，脾气温和，很容易讨人喜欢，自认为人缘好，但却也容易招惹烂桃花。特别对于男性而言，更要擦亮自己的双眼。此痣在财运上的表现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虽然略显忙碌奔波呀，但是财富上的收益从来都不会少。2. 大腿外侧有痣。大腿外侧长有一颗善痣，代表你从来都不会为金钱上的事情烦恼，因为自身财运上佳，小财翻手即来，大财呢也屡有进账。另外，因为福德深厚的原因，一生都安定平稳，平安幸福。6. 小腿有痣。小腿上有痣意味着家运顺畅，
此处长痣的人自小家庭和睦圆满，同辈兄弟姐妹之间呢也能够互帮互持，而成年结婚后呀，自己的家庭呢也经营得井井有条，无论男女都能够从稳定的家庭环境当中汲取养分。而从自身事业运及财运上来讲，一个人能否过上富裕生活呀，还是要看这颗痣是长在小腿内侧还是小腿外侧。一、小腿内侧有痣，但凡长在小腿上的痣都有奔波劳碌之意，而此痣若长于小腿内侧的话，代表其人虽然辛苦忙碌，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属于越忙越有钱的一类人。如果自身滋生懒惰情绪的话，其财运呢也会慢慢溜走。所谓动则生财，静则破耗，就是这个道理。二、小腿外侧有痣，小腿外侧有痣的人，自身的劳动付出呢，容易被小人窃取，乃至付诸东流。虽然大多都是勤恳之人呀，但是所付出的事难以得到上司、老板的关注。而独立经营者若小腿外侧有痣的话，也容易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正如开篇所说，无论中年前的时运怎么不济，但凡腿上有痣的人，都会在中年前后迎来转机。不仅是多长寿之人，晚年生活呢亦是有福有禄。你脚上的痣象如何呢？每一颗痣都有不同的含义，快结合小酱汁老师今天的内容，了解一下你脚上的痣代表着什么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